婚礼当天，我的未婚夫谢成却拥着大肚子的寡嫂一起出现，当着众多宾客的面告诉我，只有我答应让他婚后兼挑两房，并允许他的寡嫂与我们同住，才肯与我结婚。满堂宾客一脸震惊，我则是冷笑一声，然后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扯掉头纱，淡淡道：“那就别接了，你好像忘了，是谢家求着我嫁过去的。”说完，我直接吩咐我的秘书，立刻撤销所有与谢家相关的合作，还有我搬去谢家老宅的嫁妆，全部让人搬回去。我的话刚落，谢家人瞬间脸色一片惨白。谢家早已濒临破产，就指望我与谢成联姻扶持谢家呢。可谁让谢成当着我的面作死呢？嘿，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别着急划走。今天的一夜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见我直接扯了头纱说不接了，谢成的母亲脸色一沉，随后绷着脸笑容有些不悦地朝我道：“兰兰，阿成只是想照顾一下寡嫂而已，又碍不到你什么事儿，你何必这么生气呢？”说完，又瞪向了谢成：“阿成，还不快来给兰兰道歉？”然而谢成听了他的话，非但没有来给我道歉挽回，反而还姿态十分高傲地看着我道：“你爱接不接？菲菲是我的嫂子，又无父无母，现在我哥意外去世了，我有必要好好的照顾她。你若是不接受，那就退婚好了。”听到谢成的话，我不禁被气笑了，而他的父母则是顿时纷纷表情紧张地看着我，不停地给谢成使眼色，可谢成却根本不搭理他们，甚至还直接挡在了寡嫂林菲菲的面前，一副保护欲十足的姿态。而林菲菲见状，则是朝我隐秘地勾了勾嘴角，露出一抹挑衅的微笑。见状，我冷笑一声，随即有些不屑地看向谢成：“谢成，你好像忘了，是你们谢家求着我嫁过去的，既然你想退婚，那我成全你好了。”听到我这话，林菲菲的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喜色，而谢成则是微微皱了皱眉头，但下一刻，他的表情就变了，因为我直接朝来参加我的婚礼的秘书李官道：“李秘书，通知下去，立刻撤销所有与谢家相关的合作，还有我搬去谢家老宅的嫁妆，全部让人搬回去。”而我的话刚落，偌大的宴会厅便鸦雀无声起来，但很快就响起了李官沉静的回应：“是，陈总。”说罢，李官就拿出了自己的手机，一边打电话，一边脚步沉稳利索地朝宴会厅外走去。见状，谢家人的表情立刻变了，谢母直接失声尖叫道：“陈兰兰，你疯了？这么点小事儿，也值得你发火？你想毁了谢家吗？”闻言，我一边朝台下走去，一边冷淡道：“谢夫人慎言，不是我要毁了谢家，是你儿子得了便宜还卖乖，非要和我过不去。”说罢，我又看向了林菲菲的肚子：“谢成，你是不是以为我很好骗？我没记错的话，谢大哥是1年前去世的吧？丈夫去世1年了，媳妇儿肚子里的却还没生下来，你这个小叔子还为了他当众打我的脸，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肚子里怀的是谁的重吗？”听到我的嘲讽，林菲菲顿时脸色一白，周围的宾客则是在这时看着两人窃窃私语起来，眼神中全是鄙视和看八卦的戏谑之色。谢成见状，顿时脸色一冷：“够了，陈兰兰，你少污蔑我们，我和嫂子清清白白，像你这么强势霸道的女人，根本就不会有男人爱的。要不是因为奶奶定下的娃娃亲，我才不会娶你这种女人。”听到谢成的诋毁，我不禁嘲弄地勾起嘴角，然后微微抬起下巴，眼神不屑地看着他。
若不是因为爷爷临终的遗言，你以为我会和你这样废物二代结婚吗？爸妈意外去世后，我16岁就开始跟在爷爷身边学习商业管理，好不容易才从男人堆里厮杀出来。但凡我有一点的心软，早就被董事会里的那群老油条给吃的骨头都不剩了。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是比搞事业更重要的事情了。至于结婚，原本我没打算结婚的，可爷爷临终前却突然告诉我，他曾经给我定下过一门娃娃亲，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死前看到我结婚。为了满足爷爷的心愿，我应下了这门婚事。反正商业联姻魔，懂的都懂。可我没想到的是，爷爷还默称到亲眼看到我结婚便去世了。更没想到，谢成会在众多名流聚集的重要场合里，当众闹出逼我答应他肩挑两房的荒唐事儿来，连演都不演了。还有谢家父母，谢成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他们居然还在一边观望，这分明是陷我爷爷去世了，以为我背后默人撑腰了，就想让谢成好好的拿捏住我啊。可惜啊，他们注定要失望了。我陈兰兰25岁就能成为百亿集团的一把手，靠的可不是心慈手软。谢成听了我的话，顿时破大防了。陈兰兰，你有什么好得意的？要不是陈家只有你一个继承人了，你以为你能坐稳现在的位置吗？女人本事再大，还能带得过男人吗？要不是看在你是陈家继承人的份上，你以为我会娶你这个母老虎吗？听到谢成的话，周围的宾客们顿时都瞪大了眼睛。要知道，谢家2年前就濒临破产了，当时若不是我爷爷及时给谢家注资，并宣布了陈谢2家联姻的消息，谢成他们一家几口现在早就去睡大街了。可以说，陈家现在就是谢家棒上的大腿了。结果谢成不但在婚礼现场当众给我没脸，现在还直接骂起我来了。一时间，我竟忍不住笑出了声，心里甚至庆幸起来。幸好谢成这蠢货在婚礼当天搞了这么一出，不然的话，我要是真和他结婚生了孩子，将来孩子遗传了他的蠢脑子可怎么办？瞥了一眼谢成后，我面向现场的贵宾们，诸位也都看到了，今日不是我陈家不守信誉悔婚，实在是他谢成欺人太甚，没将我一个女人放在眼里。既然他谢家这么看不上我，那陈家的那些专案，想来也是不喜欢了。我已经吩咐秘书撤销与谢家大大小小的合作，在场的诸位若是有兴趣的话，欢迎与陈家合作。听到我的话，在场的不少宾客眼神都亮了，随后纷纷站起来热切地回应我。那感情好啊，不知道陈小姐明天有没有时间？我们约个时间细细详谈。我微微点了点头。见状，谢府终于坐不住了，他一改方才的老神在在，一把推开还在梗着脖子的谢成，力道之大，让谢成踉跄了一下，差点撞到谢成身后的林菲菲，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谢父表情十分惊慌地看向我，眼神中全是讨好。兰兰，莫冲动啊，兰兰，好孩子，你别听阿成这混账的胡说八道。谢府额上青筋暴起，冷汗涔涔，他狠狠瞪了一眼谢成，转而对我挤出无比恳切的笑容。他就是一时糊涂，被猪油蒙了心，是我们谢家对不起你，我代他向你赔罪。这婚事是你爷爷我阿成的奶奶定下来的，万万不能退啊。他说着，竟还要做事给我跪下。伯父求你了，千万别和阿成一般见识啊。我连忙侧身一闪，避开了谢父的下跪，后背则是升起一股不寒而栗之感。好一个能屈能伸的谢家，道德绑架我倒是有一套。以前我竟没发现，表面上和气慈祥的谢府，还有这么狡猾的一面。今日他若真的给我跪下了，那我的名声便也臭了。一时间，我不禁冷淡道：
谢伯父，你这是在做什么？想要我折寿吗？谢父顿时表情一僵。兰兰，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原谅阿成，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和阿成退婚。闻言我冷声道，不了。正所谓强扭的瓜不甜，谢成既然看不上我，那我又何必自讨没趣？我身后有整个陈氏，难道还会找不到好男人吗？谢父听了我的话，顿时急了。怎么是强扭呢？你们是打小就定下来的亲事，是天生一对。见我还是一脸的不为所动，下一刻突然猛地回头，然后冲着谢成厉声吼道，孽子，你还不快给兰兰跪下道歉？你今天要是不求得兰兰的原谅，我就没你这个儿子。爸！谢成难以置信地看向谢福，脸上满是屈辱，而林菲菲则是一脸心疼地看着谢成，然后又朝谢福道，爸，男儿膝下有黄金，您怎么能让阿成一个男人给一个女人跪下呢？然而谢父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道，滚开，这里有你什么事儿？要不是因为你，事情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吗？你个扫把星，克死我儿子就算了，现在还想把我们谢家人都克死吗？林菲菲听了谢父这话，顿时脸色一白，身体晃了晃，似乎摇摇欲坠。爸，对不起，你说的对，一切都是我的错，那我去死好了。谢成见状，顿时面露心疼之色，然后一把拉住了想要跑出去的林菲菲，随即回头恶狠狠地看着我道，陈兰兰，现在你满意了吧？我就是想照顾一下嫂子而已，你非得逼死她才满意吗？闻言我不禁满脑门问号，我什么时候逼过林菲菲了？有病你就去吃药好吧。而谢父见谢成这个时候还不忘和林菲菲拉拉扯扯，飞快地瞥了一眼我的脸色后，他直接一脚朝谢成的后腿窝踹了过去，跪下，给兰兰道歉。谢福吼得声嘶力竭，眼神凶狠的像是要吃了谢成。今天兰兰要是不原谅你，不和你结婚，我就当自己没有过你这个儿子。见谢父这样说，谢母也突然如梦方醒般反应过来，她一边扑到谢成身边，狠狠地将林菲菲推开，一边捶打着谢成哭嚎，阿成，你快认错啊！你想看着我们家彻底完蛋吗？你快求求兰兰！霎时间，大厅内只剩下谢母的哀求声。看到这一幕，无数道目光如同聚光灯般打在谢成身上，有嘲讽，有怜悯，更多的是看戏的兴味。而林菲菲则是缩在谢成身后，脸色煞白的捂紧肚子，眼泪在眼眶打转。阿成，爸妈说的对，不要因为我破坏了你和陈小姐的婚事，你就和她认个错吧。说完，又楚楚可怜地看向我，陈小姐，我和阿成确实没时磨的，他虽然性子冲动了些，但绝对是个负责人的男人。如果你是嫌弃我碍眼，那我会自己离开，绝对不会打扰到你和阿成的生活的。我求求你不要和他退婚好吗？他其实很喜欢你的。我则平静地回视他，仿佛在看一场与己无关的闹剧。听到这话，我不由得笑了。喜欢我？我有些轻嘲地看向恨意几乎要溢出眼角的谢成，而谢成对上我满是讥讽的眼神，顿时应激般地甩开谢母的手，然后咬牙切齿地说道，同为女人，她却连我大嫂一个寡妇都容不下，这样铁石心肠的女人，你们竟然还让我给她跪下。说完，又跪在地上，指着我的鼻子，愤怒而扭曲地骂道，陈兰兰，你今天给我的羞辱，我记下了，你不就是仗着有几个臭钱吗？我告诉你，离了陈家的扶持，我谢成照样能闯出一片天。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下。看着谢成满脸不甘的表情，我不禁微微一笑。是吗？那我就拭目以待了。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不过，在你出人头地之前，还是先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应付银行的巨额催债吧。既然联姻不成，我自然就没必要帮你谢家填窟窿了，不是吗？而我的话刚落，谢府的手机就催命符般响了起来。谢府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只听了几句，便脸色瞬间惨白如纸，身体晃了晃，几乎要栽倒在地。完了，供应商来催债了，还和我们取消了合作。不用猜我也知道，是李官的效率惊人，撤资和终止合作的通知已经第一时间传达了下去。所以谢家本就脆弱不堪的资金链，在这一刻彻底断裂。而反应过来后，谢父便一脸祈求地看着我，兰兰，看在我们两家过往的情分上，你能不能高抬贵手，放谢家一马？说完，像是为了给我出气似的，他对着谢成的脸就是重重的一巴掌，力道打的甚至直接打掉了谢成的2颗牙。看到这一幕，林菲菲顿时不顾自己的大肚子，满脸含泪的跪倒在地，心疼无比的去捧谢成的脸。阿成，疼不疼？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你才会遭受这些的，我就不应该来参加你的婚礼的。呜呜。看着林菲菲痛苦的模样，谢成强忍着疼痛，嗓音有些含糊的道：菲菲别哭，不管你的事，是我执意要照顾你，你一点错都没有。说罢，眼神狠狠地抬眸瞪向我，要怪就怪陈兰兰这个蛇蝎女人。现谢成这个时候还在骂我，谢父气得对着他的胸口就是一脚。逆子，你是想看着整个谢家都和你一起完蛋吗？你给我滚！从今往后，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了。听到这话，谢成立刻有些艰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然后十分硬气地冷声道：滚就滚！我早说了我不爱陈兰兰，你们却非要逼着我娶她。要是你们早点退婚，还能有今天的破事儿吗？说完，又朝我狰狞地冷笑道：陈兰兰，你给我等着，我就不信了，离了你陈家，我谢成还不能东山再起了。随后便牵着林菲菲的手，脚步有些踉跄地离开了宴会厅。而谢成和林菲菲离开后，谢母便红着眼眶朝我道：兰兰，你要退婚就退婚吧，可是你能不能看在你爷爷的份儿上，放过谢家，就当阿姨求你了。说完，竟要给我跪下。不过好在我早有准备，侧身一闪，又避开了谢母的折寿一跪，然后朝他道：伯母这话就不对了，明明是谢成先想和我退婚的，怎么到您嘴里却变成了我要退婚呢？而且既然已经退婚了，那你们谢家的事情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说完，我便踩着水晶鞋离开了婚礼现场。刚走出酒店大门，秘书李官便已经在门口安排好了车辆。上车后，他拿着 iPad 开始向我汇报：陈总，按照您的指示，集团正在切割和谢家有关的所有业务，因为牵扯不深，大概能在12小时内处理完毕。另外，您的嫁妆会在1小时内从谢家老宅清点完毕送回。我轻轻地点了点头，淡淡道：做得很好。一场闹剧般的婚礼，及时止损，对我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幸事。至于谢成的狠话，我从未放在心上。商场如战场，靠的不是放狠话，而是实力和手腕。他若真有那个本事，尽管放马过来。但我没想到的是，谢成的报复来得还挺快，而且相当不要脸。几天后，关于我婚礼当天不尊重未婚夫寡嫂，且害她流产大出血进了 ICU 的新闻上了热搜。新闻里把林菲菲写得孤苦可怜，完全是被我霸凌的受害者。谢成则是对着镜头一脸痛苦的道：兰兰，你为什么就不能善良一些呢？大哥唯一的血脉被你害没了，你让我日后九泉之下如何面对他？
我会替你赎罪的，但你还欠嫂子一个道歉。热搜很快就爆了，一时间，无数网友奔到陈氏名下企业的官方账号下对我进行辱骂，陈氏集团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股价也跌了不少。李官见状，不禁朝我道：“陈总，婚礼现场的视频还在，要不要现在发到网上去澄清一下？”闻言我微微眯眸，很快明白了其中的弯弯绕绕，随即摇了摇头道：“不必，让舆论再发酵几天，股价被抛多少买多少。”李官是和我一个高中的学霸，从上大学开始就在帮我做数据分析，听到我的话，他立刻默契地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打了个 OK 的手势。因为我的不回应，公司股价跌得更多了，股东们也都对我不满起来，开始有了怨言。这晚，我在一个酒会上碰到了谢成，看到我，他面露得意：“陈兰兰，你这几天被舆论风波折腾得不太好受吧？我早就说过，女人本事再大，也比不上男人。对付你们女人，我随随便便造点谣言，就能把你拉下去。你若现在乖乖把公司让给我管理，我还能和你去领证，不然的话，你就等着陈氏毁在你的手里吧。”听到谢成的话，我只觉得无比可笑，他居然还妄图让我乖乖把公司拱手相让，怕不是还没睡醒。不过这个社会确实是对女人比对男人严苛多了，但越是这样，我越是不会轻易被打垮。轻蔑地看向谢成，我半点他期待的恼羞成怒都没有露出来，反而摇晃着手里的香槟杯不屑道：“你倒是够狠，为了污蔑我，居然打掉了林菲菲肚子里的孩子。”听到我的话，谢成的表情扭曲了一下：“这不都是怪你？要不是你不肯让我肩挑两房，菲菲的孩子怎么会保不住？陈兰兰，这些都是你造的孽，你等着，我早晚会把你踩在脚下，给那个孩子报仇。”闻言我不禁讥讽一笑，说真的，我时常因为自己不够心狠，而觉得和这些男人们格格不入。他自己为了污蔑我，不惜让林菲菲打掉了6个月的孩子，现在倒是把一切的过错都推到我头上了，真是脑子有问题。不过他越是自以为是越好，朝谢成举了举杯子，我微笑着开口：“你倒打一耙的本事不错，可惜对我不管用。还有，我就是把钱都捐给国家，也不可能给你谢家1分1厘的，就凭你，也配染指我陈家的产业？对我而言，你不过就是个 loser。”说完，我便在谢成恨不得要吃人的表情下，朝酒会中央走去。不到10秒钟，我的身边变为了不少的商业大佬。至于谢成那边，虽然他不知道靠什么手段混进来了这个高端酒会，但是很显然，我们两家婚约解除的消息，在场的这些人早就知道了，而大家心里也都清楚，现在的谢家没了陈家的帮扶，那就是个屁。所以现场都没什么人会主动和谢成打招呼。于是我就这样被一群人围在中央，故意朝谢成露出一抹不屑的笑。谢成顿时气得捏碎了手里的杯子。见状，我不禁心中轻嗤一声，就这点忍耐力，也敢听别人的指使来算计我？但凡他愿意对我多一些了解，就会知道，我这个年纪能坐稳集团一把手的交易，靠的可不是什么血脉继承。我要是没点手段，早就被吃的骨头都不剩了。半个月后，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更多关于我的不堪谣言甚嚣尘上。眼看公司的股价一跌再跌，股东们终于急了，以我的姑父为代表的几个股东宣布召开董事会，想逼我放弃公司的管理权。兰兰啊，现在风波闹得这么大，我们都一致觉得你已经不胜任董事长这个位置了。女孩子嘛，就该在家相夫教子。你放心，
虽然你退出了公司的管理，但是并不会影响到你的分红。有姑父在，谁也动不了属于你的那一份。听到这话，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一直容忍谢成那个傻叉造谣，就是为了钓出大鱼。如今总算是把这些包藏祸心的家伙给勾出来了。老神在在地坐在椅子上，我扫向其他人，其他人呢，也都觉得我不胜任现在的位置了。听到这话，属于我的派系的股东们立刻义正辞严道：我们觉得陈总您很适合。没错，陈总接受集团以后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我们都相信你。见状，我微微勾唇，随即看向李官：李秘书，把你手上的档发给大家看一下吧。李官听了点了点头，然后将手里薄薄的档传递下去。而股东们看到这份档后，顿时脸色变了又变，因为这是一份股权持有协议，而持有人正是我陈兰兰。爷爷在去世前，怕我太过年轻一意孤行做错决策，便又给了姑姑一点股份，让她看着我。因此我在集团只有 49% 的股份。可是因为这段时间的不断收购，我手上又增加了 2% 的股份。也就是说，现在我一个人就持有了 51% 的股份。我说的话，其他人不同意也得同意。霎时间，会议室内鸦雀无声，而我姑父则是难以置信地看着手里的档，随后豁然抬眸，死死地盯着我。你居然私下收购了这么多股份。正常情况下，股东自然舍不得抛下这么多股份出去。可这段时间，眼看有关我的谣言四起，公司股价一跌再跌，一些人便坐不住了。这也给了我收购大量股份的机会。而我也没有回答姑父的问题，只是淡淡地看向所有人道：现在还有谁觉得我不适合董事长这个位置吗？听到我的话，我的嫡系成员立刻笑道：陈总，您一个人就持有了公司 51% 的股份，没有人比您更适合董事长这个位置了。姑父则是在这时勉强笑道：是儿，看到你成长成现在这样子，我和你姑姑也可以放心了。说完，却又话锋一转道：可是网上的留言已经对公司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这件事情要是解决不了的话，损害的可是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听到这话，我淡淡的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不过诸位放心，今天这件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在座的也有不少人参加过我当时的婚礼，现场是怎么回事，你们也都看到了，所以网上那些谣言，大家不必放在心上。见我这样说，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当天，我便将婚礼当天的录影以及谢成让林菲菲打掉孩子污蔑我的视频放到了网上。看到谢成逼我答应他肩挑两房的事，网友们纷纷表示好炸裂。妈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肩挑两房？他是你哥的遗孀，就算是住，也该住在你谢家，让他住在你媳妇儿家，怎么回事？已知林菲菲老公1年前去世的，怀胎到分娩需要10个月。那请问林菲菲为什么会现在大着肚子？这孩子是谁的还用问吗？恶心死我了！自己和寡嫂苟且，还逼着老婆接纳他做小，老婆不答应，就到网上造谣他。渣男贱女就该锁起来。幸好陈兰兰婚前就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不然真要嫁过去了，还不知道要受多少气。一时间，舆论很快反噬到谢成和林菲菲身上，两人不但被网友们骂得狗血淋头，就连出门被认出来，也被人指指点点的。而公司的股价也在真相大白后回升，甚至因为还比过去上升了不少。那些偷偷卖掉股份的股东，这时都懊悔不已。眼见我在公司的地位无可撼动，姑父气得打电话骂谢成是个废物，蠢货，你要是早点和他结婚了，
哪里还会有现在的事情？搞女人都不知道藏着掖着，还非得舞到陈兰兰面前去。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和他结婚？等你们结婚了再把他弄死，公司还不是手到擒来？现在好了，老子的计划全他妈被你弄毁了。说完，他便怒气冲冲地挂了电话。听着监听器里传来的话语，我面膜表情地朝李官道：非洲那边不是新开拓了一个挖煤业务，让姑父去吧。李官勾了勾唇角，立刻点了点头。好的，陈总。而没2天，我便收到了姑姑的电话。她上来便冷冷地质问我：陈兰兰，你什么意思？你姑父都一把年纪了，你为什么要把他调到非洲去开拓业务？闻言我也默惯着他。姑姑，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从小到大，我是什么脾气，你是最清楚的。换了其他人想要我的命，你觉得我会给他活下去的机会吗？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现在就不只是去非洲那么简单了。姑姑听了我的话，气焰瞬间小了下去。你姑父只是一时冲动而已。再说了，你一个女孩子这么要强做什么？他也只是想帮你而已。闻言我冷笑一声，所以姑父这么做，他也是知情的了。握紧手机，我冷冷的道：我陈家的公司还不需要他一个外姓人来管理。说完，我便直接挂了电话。1个月后，这天，我正要从公司回去，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朝我疾驰而来。好在我很惜命，高价雇了2个保镖。车辆撞来的刹那，我的女保镖一把将我扯到了身后，躲开了撞击，而撞向我的黑色轿车则是一头撞在了公司前面的花坛上。看着驾驶席上谢成狰狞的脸，陈兰兰，你给我去死吧！我眼神一冷，这家伙找死！而谢成眼见莫能直接撞死我，立刻眼神凶狠地调转车头，再次朝我撞过来。我的2个保镖立刻一个护着我，一个朝跳进我的卡宴里，朝谢成的车子撞回去阻拦。砰的一声巨响后，谢成的身体一震，脑袋狠狠地磕了一下，满头鲜血地被困在驾驶席内。见状，我松了一口气，立刻报警。没多久，远警就过来将谢成带走了。我也立刻让人调取了监控。这一次，我要让谢成牢底坐穿，因为罪证确凿，谢成被判刑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谢家知道谢成居然想撞死我后，更是第一时间和他撇清了关系。兰兰啊，谢成做的事情可是和我们谢家没有关系的。那天你也看到了，我早就将他逐出了谢家，你可千万不要因为那个畜生的事情牵连到谢家啊！听到谢府的话，我淡淡的说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伯父放心，我还不至于因此对谢家怎么样。因为现在的谢家，就算我什么都不做，也已经墙倒众人推，没得翻身的可能了。但只是让谢成被判刑，对我来说当然还远远不够。李秘书，去找人打点一下，我不想再看到谢成。李官秒懂我的意思，立刻微微点头道：我知道了，陈总。而谢成被判刑那天，我刚走出法院，林菲菲就朝我扑了过来，跪下，满脸都是哀求。陈兰兰，我求求你放过谢成吧，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求你再给谢成一次机会吧，他都是为了我才会和你退婚的，我愿意一命抵一命，求你放过他吧。在我的律师团的努力下，谢成这次因为故意杀人被判了20年，但他想杀我，我是不可能让他活着离开监狱的。看着林菲菲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谢成为了你要和我退婚的时候，你不是还在挑衅我吗？更何况，你现在求我有什么用？我当时没有直接让人弄死他，都是仁慈了。说完，我便在保镖的保护下离开了。
林菲菲则是跌坐在地，捂着脸痛哭起来。但我知道，她一定不会是在后悔不该和谢成搅合在一起，她只是在后悔，不该在婚礼当天让谢成逼我答应肩挑两房。坐上车子后，我一边听李官汇报工作，一边对着电脑处理公司的事情。结不结婚，我早就无所谓，但权力和金钱，我一定会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3份。下一期一夜故事，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可能是关于梦想，关于陪伴，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记得准时来赴约，咱们下期不见不散。